发货这么久了，怎么现在才做呀？不，兄弟，这个问题你不该问我呀，你应该问问京东是干什么吃的。补款慢天猫好几天也就算了，补了款还死活不发货，这对吗？这不对。你看观众们都等急了。当然了，其实相比京东啊，我更想问问万代你是干什么吃的呀？闪哈都已经是2021年的动画了，大白鹅都老早就出了，你个主角柯西给我拖到了24年是几个意思呀？焦老们要等得骂娘了。好了，牢骚就发到这里了，赶紧来看一下这次做的到底怎么样吧。盒子虽然很大，但是东西不多，下面还有一层是纯支架。这次的支架给的还是很常规的东西啊，也就是大体积的 Fix 系列的通用支架。支架的接口有一个常规的卡在胯部的连接键，卡的真的是超级的紧。不过好评的是，还另外给了一个能装在背后的连接键，虽然卡的不是很紧，但终于不干涉可动了。其他的配件方面，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对稳定翼了，这也是除了武器以外唯一属于本体的外挂部件。那这里就先把2个稳定翼给装到柯西的本体上吧。这2个翼面的连接位点真的是有点过于的紧了，而且里面是有插栓锁扣的，如果按进去没有感觉到咔嗒一下卡住的话，那就说明你没有插到底，就应该继续用力。RX-105 柯西高达，不过哈萨维的称呼是柯西 G， 来自死亡战争贩子阿纳海姆于 UC105 年开发的最新锐第5世代 MS。 新疾风动乱之后，战争的规模一直都在缩小，而为了对抗腐朽联邦高层诞生的恐怖组织马夫蒂，也自然成了阿纳海姆军工的救命稻草。在给联邦兜售了同属第5世代的佩涅罗佩之后，又秘密地资助了马夫蒂这台柯西高达，希望以此扩大战争，增加军工的订单。这里的这台柯西高达并非小说原设，还原的是卡叔动画版的新机设。柯西这个字母继承自 RX-93 的牛，不过除此之外和牛高达完全没有任何的继承关系，反而是佩涅罗佩的直接后继机。和佩涅罗佩需要外挂不完整的米飞系统不同，柯西的米诺夫斯基飞行器则是完全体切翼，和自身的装甲整合在了一起，实际的性能也要略优于佩涅罗佩。虽然是完美的米飞啊，但并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小型化，所以机体的高度也来到了当前 UC 历史上高达中的最大26米，体现在这款模型中就是大小甚至超过了 MG 的元祖。当然总出力也来到了近4000千瓦，比牛高达多了30%以上，本身的推力也来到了160吨，看看这腿部的喷口吧，可以说即使没有米飞可能也能力大专飞。脸部抛弃了雪铁龙，直接通过拉长脸颊两侧进行散热，祖传头部火神炮配备了2门，并且增加了盖板，不用的时候会自动关闭。天线也说大话，因为头部搭载了最新的赛克缪系统，不过我的这只除了额头缝隙是通病以外，怎么感觉天线也是歪的呢？另外柯西的胸部也和大白鹅一样，是有一个假的天线头部，当然了，这里是为了进一步强化驾驶舱的赛克缪系统。另外这次的柯西还做了一个驾驶舱的展开机构，通过简单的拔起驾驶舱盖上翻盖板，然后下翻驾驶舱的下方舱门就能展开了，不过也就是做个样子了，内部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的，别说全周天的监视器啥的了，连个座位的细节都是没有的，作用就是用来摆一摆这种 pose 了，展现一下大型机的优雅。作为卡魂来说，虽然本体的装甲是非常厚重的，各种造型也非常的复杂，但涂装方面我这只确实是没有看到什么大的问题，漆面也算工整，卡魂的毛病至少在这一台上并没有发现太多。另外让我非常震惊的是这次柯西给的手型啊，虽然就握枪、握剑、开掌3对，但每一对的这个细节刻画，指关节用了2种颜色来表现内层和外层，整个手背手掌内部都是细节满满，很好看。那剩下的配件就是一些柯西的武装了，2柄细节非常多的光束军刀和一些筷子特效剑，光束步枪的弹夹有3个，以及常规的一枪一盾。光束剑也是机体的一个部分，可以直接搭载到2个肩甲的插装上，这么粗的光束剑柄出力也是非常的大，而且和牛高达一样是可以2头都形成剑刃的。另外通过配件中附带的这一根小棍子就能伸进去撬开手背甲了，露出的孔洞就能搭载上这一面盾牌了，剧中直接抵挡了一发佩涅罗佩的光束直击，这种威力还是完全命中的也能挡，也是很牛的。另外设定中这盾牌尖端好像还能发射光束。接着就是这一把光束步枪了，造型方面也是做得非常的漂亮，分件和分色涂装也都做得相当的不错，并且握枪的方式也是很有意思的，是这样拆下握把，然后插进手心里再安装回去。另外我这里没装对，枪身后方的能量弹夹应该是以这个角度插进去的。设定中这把光束步枪的出力也是非常的高，并且射击初速达到了同期光束步枪的2倍，不过柯西握着咋感觉就这么小呢？另外剩下的2个弹夹也是可以收纳的，用撬棍撬开裙甲两侧的盖板，然后就能把2个弹夹放进去了。首先竖着插进去，
接着可以看到尾端有一个小插桩，通过翻转这个弹夹，然后把尾端的孔洞对准插桩，就能把弹夹给装上了。正确安装的话，应该是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另外，柯西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武装，但同时也是它的大杀招，藏在前肩甲末端的2门光束加农炮。这里可以看到它小小的炮口啊，但是其出力却是 ZZ 的脑浆炮级别的。而柯西最标志的武装就是它的导弹了。首先是大型的对舰用导弹，搭载在了膝盖甲和手背甲的部分。这里卡魂也做了可展开机构的还原。手臂发射时一般会180度旋转肘部，让弹头对着前方。动画里便是像这个姿势，而真正的灵魂浮游飞弹则被搭载在了后裙甲处。一边5发，一共只有10发的载弹量，可以通过赛克缪系统进行操控制导，并且相比浮游炮也能在大气圈内使用。虽然说是一次性的兵器啊，而且成本很高，但作为能在大气圈内用的赛克缪兵器，而且在防浮游炮方案非常完备的 UC105年，这种新兴装备的作用真的是非常大的。OK， 那么看完武装，接着来简单的过一下可动。首先是脖子的这里是可以伸出来一大截的，内部应该是做了2段的伸缩，可以让脖子做进一步的拉伸。拉伸后的低头幅度就能达到30度的样子，抬头的幅度就很大了，超过60度以上了。不过左右的摆头则几乎没有可动轴，主要还是依靠头部下方的单球关。左右的转头幅度理论上是可以360度的，这样的左右90度也是很 OK 了。不过如果不拉伸脖子的话，头部就几乎是不能低头了，抬头的幅度也很局限，左右的摆头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将脖子的根部可动轴给拉出来。肩部的可动就非常的复杂了，首先是蝴蝶肩关节有前后30度左右，但是手感是很松的。接着两肩的连接位点有一个横轴的连杆，可以做到像这样的前后摆动。肩甲上方的这根光束剑柄也有一个2轴的转动，主要是给变形的时候用的。前肩甲也可以向外侧抬起，也可以像这样做垂直方向的抬起，其实就是米飞形态的准备形态。另外还有一个转轴关节是可以前后转动的。后肩甲同样可以像这样向外抬起，也同时有一段球关一样的摆动角度，同时米飞展开的结构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最后肩甲的上段这个小飞翼同样具备上抬一段的范围。肩甲的超多可动轴使得如此复杂的结构下，手臂干涉也不大，平台能几乎达到90度的平行，手臂的前后垂直大风车也能达到前后90度的范围。手臂的360度平转设置了2段，首先是大臂根部做了一段，手感是比较松的，接着是小臂的根部也有一段，这一段就比较的紧了。最有意思的是曲轴，首先暴露在外的是一个单轴的转轴关节，可以先进行一个90度的折叠，接着可以让小臂的后端也向内折90度，这里就是一个隐藏的拉伸关节。那接着你只要转动的角度对齐，你就能做到像这样的180度曲轴幅度。另外胸前的这个地方也可以上抬一段，也是米飞的展开机构，但是胸腰的可动就很拉垮了，或者说柯西这种体型你在期待什么胸腰可动呢？首先腰部的前倾和后仰一共也就不到20度，不过最让我惊喜的是左右竟然有一段腰部的摆动范围，不过转腰就不行了，虽然不知道是哪里的干涉啊，但左右大概也就45度的范围。前裙甲可以上抬70度，不过可惜的是内部是几乎没有什么内构的。侧裙甲也能做45度以上的抬起范围，后裙甲也能上抬70度，就是为了做浮游飞弹的展开机构。接着是腿部啊，前踢能轻松的达到90度，后踢也能达到70度，接近90度的范围，手感是很紧的。侧抬就比较的离谱了，首先角度是比较一般的，大概也就70度不到的样子吧，而且我这只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奖了呀，这大腿关节怎么一碰就下去了呢？太松了吧。接着是大腿的平转关节，可以轻松的做到360度的旋转，而屈膝则是双段关节，理论上180度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后方推进器的盖板有干涉，只能到135度左右了。脚部的可动方面，首先脚掌的2个耳朵是球关连接的可动轴，整个脚掌是可以平转的，但干涉很严重，只有20度左右的范围。脚掌可以前后抬起，不过不变形的情况下范围是很小的。最后脚掌的向内接地还算不错吧，大概有个45度的样子，不过向外的范围就几乎没有了。最后前脚掌是可以做到裂开上抬一段的。背部的翅膀也有多轴的可动，首先可以像这样左右的摆动，然后也能像这样做上下的活动。
小的翅膀部分也可以做一段抬起，大翅膀也能做到一段像这样的抬起收回可动。总的来说，可动性是要比想象中要优秀的。如此庞大的体型，但是能摆的 pose 还挺多。不过有个严重的问题，就是装甲太多了，会破坏人体型的线条感。常规的 pose 是很难摆好的。然而这些装甲也有自己的可动，他们自己就有自己的 pose 方案，那就是还原米诺夫斯基飞行器展开样式的变形。首先向内旋转，向下收纳光束剑柄。接着向上展开前后2片肩甲，这里可以看到肩甲的后方的内构造型，内部有像风扇一样的刻画，还是挺好看的。而胸前也要抬起一段，露出下方的散热片。接着向内收起翼片，然后这里要非常的注意，这时候可以向外拉拽连接的位点，这个地方是可以向外转一小段的，不过真的是非常的紧。接着就能向外把整个翼片给放平了。我这里还没有放得非常的平，主要感觉根部的连接状太细了，怕断掉。这时候就能向外展开整个尾翼了，向外转动将所有的关节都拉出来，接着这里有段滑动拉伸的轴，也给它拉出来拉到底，然后就能把刚刚外翻的关节再给折回去了，也是一定要折到底的。那最后再调整一下主翼的方向造型，最后来到脚部，把脚踝侧面的这个尾翼给翻下来，把前后脚掌像这样合拢折叠在一起，调整一下两边的小耳朵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作为 UC 大型机最后的辉煌，也作为袭击地球联邦的一把尖刀，米菲是该机最重要的一项功能特征。虽然有这么多的翼片展开结构，但米菲的主要原理则是通过像埃利场一样，持续制造机体周身的光束格栅，让米氏粒子和空气接触，形成反推力的屏障，然后把机体在空气中抬起来。感觉听上去比光束军刀的塑形要简单多了，但直到 UC 105年才小型化，之前这东西只搭载在战舰上。而米菲的搭载就可以让飞行无视气动外形了，科西的最高时速甚至能达到2马赫。虽然我想说这些辅助翼到底还有什么意义，但还是那句话，高达的东西你不需要知道的那么清楚。这个造型难道它不帅吗？另外这次还给了一堆的连接件，能让科西搭载佩涅罗佩的外挂米菲，不过我手上是没有佩涅罗佩的，而且佩涅罗佩在希腊的神话里就是奥德修斯的妻子，你把奥德修斯高达的老婆穿在自己身上，虽然这是个卖点吧，但我有点接受不了这种一拍脑门就想出来的设定，还是正常的科西好看一点。评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关于闪哈有太多的话想说了。从21年剧场版刚出的经验，一晃眼过去快4年了，这期间真的是反复观看，甚至是看各路 UP 的解说， MS 战的桥段都看烂了，每一次看结合当下的热点都能有新的感悟。现在真到要聊了，却又不知道从何开始了，那就让我先打个草稿吧。希望不久的将来呢，能以我的视角和人生的经历，好好和大伙聊一聊让我无比着迷的由富野大光头一手打造的 UC 宇宙。也希望闪哈的第2季能快点的端上来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一键3连呀。